在这个世界上，最了解陈肇中能力的人就是刘家辉。如果不是因为方嘉欣，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将陈肇中留在自己身边，让他充当自己的智囊。只可惜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当年两人谁都没有退一步，这才最终成了20年的仇人。如今刘家辉已经放下过往的恩怨，从老朋友的角度，也希望陈肇中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。而他也觉得自己这座庙已经装不下陈肇中这尊佛了，陈肇中只有留在叶晨身边，才能最大程度体现自己的价值。他同样看得出叶晨一定是看到了陈肇中的价值，所以才会不惜代价的为他投入这么大的精力。所以此时一方面在肯定陈肇中的实力，一方面也是替叶晨说出心中所想。陈肇中虽早已看淡一切，但听到刘家辉对自己的肯定与期待，心中也多少有些受到鼓舞。旋即他看向叶晨，郑重表态道：叶少爷您放心，在下将来一定为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叶晨认真道：钟叔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希望您能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，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实力。陈肇中双手抱拳，感激道：叶少爷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眼看陈肇中重燃斗志，叶晨心里更加欣慰，笑着说道：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钟叔这几日先好好照顾家人，我晚上先回美国，我回国之前跟您联系，咱们到时候金陵见。陈肇中轻轻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叶少爷，您在美国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叶晨微微一笑：钟叔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午饭过后，陈肇中一家人忙着收拾新家，刘家辉与方嘉欣则坚持留下来帮忙。刘曼琼下午要去学校，所以临走前悄悄叮嘱叶晨，让他按照原计划，在晚上7点之后起飞，千万不要把起飞时间提前，届时他会直接去机场送机。叶晨自然答应下来，目送刘曼琼开车离开之后，便打算到港岛市中心逛一逛，顺手给老婆萧楚然还有丈母娘马兰买些礼物。每次借看风水的理由出远门，叶晨都会主动给两人带些礼物回去，这已经成为了习惯。于是他便回到别墅内，找到费可欣，问他费小姐下午还有什么安排。费可欣摇摇头，回叶先生，我没有什么安排了，如果您也没什么其他安排的话，我也可以让航班提前起飞，这样就不用在这里浪费一下午的时间。叶晨笑道：不用提前起飞，下午你陪我去逛逛街吧，买些顺手的礼物。费可欣听闻叶晨想邀请自己去逛街，欣喜不已地说道：好啊，叶先生，能陪您逛街是我的荣幸。叶晨微笑道：你不必这么客气，就当作是给我出谋划策，我这人最头疼的就是买礼物，你多帮我拿主意。好，费可欣抿嘴一笑，问道：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吧，叶晨道，我跟钟叔他们打个招呼，咱们就走。很快，叶晨便与陈肇中打过招呼，与费可欣一起驱车前往港岛最大的商业区。路上，费可欣问他：叶先生，你打算给家里人带哪方面的礼物呢？叶晨笑道：就是我老婆和我岳母，选些女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就行。费可欣点点头，笑道：给女人买东西，包和珠宝绝对是最好的选择。包呢，就是爱马仕、香奈儿，至于珠宝，品牌会多一些，梵克雅宝、蒂芙尼、宝格丽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叶晨道：包就不送了，以前送过，珠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想到这，叶晨忽然又想起宋婉婷帮自己给马兰设的那个局。当时马兰就是因为看中了宝格丽一条祖母绿的项链，最终花光了几乎所有现金。
叶晨忽然想着，如果再给马兰买一条跟他中奖时所买的项链一模一样的款式，马兰内心深处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？想到这儿，叶晨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就去宝格丽看看吧。”很快，两人停好车，便来到了港岛最大的崇光百货。为了防止被人认出来，费可欣特地戴上了口罩与墨镜，跟在叶晨身边进了商场。一到商场，费可欣便看到了宝格丽的招牌，于是便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宝格丽在那边。”好，叶晨点点头，与他一起来到宝格丽店内。一名导购便热情地上前询问道：“欢迎光临宝格丽，两位想看点什么？”叶晨开口问道：“我听说你们有一款祖母绿的项链，店里有现货吗？”导购忙道：“有现货的先生，您稍等。”说着，导购便从柜台里取出一条祖母绿吊坠的项链，将其递到了叶晨面前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先生，这款祖母绿项链是我们今年最新款，卖得非常非常好，售价是55万港币。”叶晨接过项链看了看，发现这款项链实物确实很好看，彰显格调与气质的同时，还能做到低调内敛，不像钻石饰品那么张扬肤浅，确实是难得的好款式。也怪不得马兰愿意花掉所有的现金来购买这么一条项链。而且叶晨觉得老婆萧初然戴这种吊坠应该也非常合适，不仅款式清新优雅，绿色的吊坠也能衬托出皮肤的白皙。于是叶晨便道：“好，这条项链我要了，麻烦给我拿2条。”导购有些惊讶地说道：“先生，您要买2条一模一样的吗？”“对。”叶晨点头说道，“就要一模一样的。”导购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先生，如果您是打算送给您太太的话，我更建议您买2款不一样的，女人更喜欢不同风格的首饰。”叶晨道：“我是打算送给我太太和我岳母。”导购点点头，诚挚地说道：“那就更建议您买2款不一样的了。女人对撞衫、撞鞋、撞同款的发型、发色都是非常介意的，对撞首饰更加介意。如果您太太和您岳母都戴同样的项链，两人肯定也会觉得别扭。”叶晨笑道：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更要买一样的了。”对叶晨来说，他很了解萧初然的性格，萧初然是奉献型人格，与世无争，对自身并不在意。如果给他和马兰买一样的首饰，他肯定不会有任何不满。但马兰就不一样了。刚才导购说的女人首饰2大忌，一个是有同样的首饰，一个是跟别人有一样的收拾。只要自己买下2条一模一样的送给萧初然和马兰，那马兰就会同时触碰这2大禁忌。马兰其人贪婪无度，叶晨也不想让他太得意，适当让他难受一点，也能对他进行一些矫正，让他不要过于得意忘形。